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离线玩家 online 频道。今天户外体验的主角是 iPhone 16 Pro Max， 它的电池是4685毫安时，以及5500毫安时的 Mate 70 Pro。事实上，这台手机也不是我们买的了，而是鸡排猪老师不远万里寄给我们的。非常感谢鸡排猪老师对本频道的大力支持，谢谢。两台手机的系统版本我们都已经更新到最新了。iPhone 是 iOS 18.2.1，华为是鸿蒙 Next 5.0.0.123。相关的设置以及流程呢，我们会打在公屏的某个地方。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一定不要忘记了一键3连加关注啊！事实上，我们之前已经拿过这台华为 Mate 70 Pro 跟荣耀 Magic 7 Pro 出来对比过了，当时它的系统是4.3.0.135，但由于我个人的失误啊，没有关闭智能上网卡切换，导致部分私道导航、王者荣耀以及厕所信号测试的结论有误啊。我们在检查完所有素材之后，把没有出现问题的部分整理起来，制作了一个极速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当天发现了什么吧。首先是续航，华为 Mate 70 Pro 和荣耀 Magic 7 Pro 的电池分别为5500毫安时和5850毫安时。华为在亮屏了5小时26分钟后进入省电模式，而同样有省电模式的荣耀此时还有16%的电量。需要提一嘴的是，华为目前的王者荣耀不能120帧加极致加 HDR 同开，并且他们目前也都不支持120帧的金产量之战，所以这次的游戏负载是近期最低的。如果按照正常流程来走的话，华为可能都撑不到5小时，续航表现不够理想。华为和荣耀的充电最高功率都是100瓦，回热速度都挺快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信号方面，我们今天进行了3轮微信视频上传和浏览器文件下载。华为可能存在一些兼容性的问题，每次上传视频都有导出过程，整体速度不如荣耀，但是导出完成后上传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比如在信号比较差的书记商烟草，虽然荣耀早上传很久，但最后却被完成导出过程的华为给反超了。文件下载环节中，华为则是遥遥领先，在今天所有的测试场景下都有着爆杀荣耀的表现，并且网速较快的同时还很平稳，不会有太大的信号波动。高德地图步行导航和百度地图轨迹之路，荣耀则扳回一城，定位更加精准，不小心走错路时规划新路线也更加及时。华为的红枫原色影像这次给大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比于之前进步很明显，各个场景下都相对真实并且好看，尤其是拍实物时，长焦微距的对焦距离也比荣耀要近，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比如各个镜头之间的发色并不是都那么一致，尤其是超广角和主摄之间是能看出区别的，但整体的色彩一致性做的还是比较好的。只是到底哪颗镜头才是真正的红枫原色呢？反观荣耀的大王影像则并没有什么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我们这次特意没有开启最近被群嘲的长焦 AI， 解析力相比华为还是有一定优势的，不过相比于 vivo X200 Pro 同为2亿像素的大体长焦，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两台手机今天的亮度表现都比较积极，没有出现看得不爽的情况，处于交替领先的状态。在5分钟阳光下刷微博的环节，一开始是华为的亮度更高，但在2分钟之后，华为亮度突然降了很多，后半程荣耀一直小幅领先，直至5分钟时间结束。结束后的亮度两台手机都没拉满，手动拉满之后荣耀亮很多，同时华为机身发热也更大。好的，以上就是上期极速版的全部内容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测试吧。需要提一嘴的是，今天气温会降低很多。那期我记得是最高气温有16度，但是今天只有8度啊。哎，先去饮个热咖啡吧。好吃。因为目前鸿蒙它支持的游戏软件并不多，我们今天呢就打王者荣耀跟和平精英，并且由于我这里下的是什么前瞻服、体验服，我们两个没法一起打，我们就同时开启，然后其中一个人结束了，另一个人就立马退出，我们就两个游戏交替着玩啊，没办法了。那我们先来打一把和平精英吧。快，我先开始了。一出来就要拉，一出来就要做甜品，我是甜品大师。我们第一把和平精英用的是均衡模式，并且使用的是流畅加120帧的画质，现在已经开始游戏了。你今天头怎么这么尖啊？那我问你，我们2台手机都已经炸掉了，现在我们都在专战队友啊。你刚刚又不在这里，那炸也不需要我呀。我们发现这个 Apple 的 AI 非常智能啊，一进游戏它就 AI 开启了游戏模式啊，但是华为是没有开的。我们第一把本来就准备均衡模式啊，你这个都关不了，你的智能在哪里啊？那你关啊。不想关，我就智能一步。智障。你剪这个头发是不是就是因为有人说你们像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所以你现在要搞得更像？就要当他爸爸。
小丑。第一把和平精英已经结束了，我们打了20分钟，那么现在我们就直接无缝切换到王者荣耀啊。是游戏无缝切换吗？还是什么无缝切换？这个有无缝切换吗？游戏无缝切换。在王者荣耀开始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 iPhone 这个屏幕使用时间啊。我是昨天晚上升级到 iOS 18.2.1，然后我就给它插上电关机了，但是它现在有10小时39分钟。现在是上午的10点53分。其实它之前也是灰的，应该也是没有用吧？但是没有用，它为什么要记呢？蓝色这个时间就是我们上午刚刚用的。所以我们今天屏幕使用时间就以华为为准了。iPhone 更新到最新系统版本之后呀，它这个双卡的显示和它的游戏模式设置不重叠了，它这是在滚动播放呢。但是由于鸿蒙我们没有找到游戏模式的开关呢，我们就被迫把 iPhone 的游戏模式也关掉吧。接下来我们开始打王者荣耀吧。由于我们不在同一把游戏啊，那么今天呢，咱们就玩同一个英雄啊，尽量保持他们的负载差不多。你今天身体是有什么不适吗？要多喝开水。凉开水200开。我们两台手机的王者荣耀设置都一样的，都120帧。然后画质这里我们是自定义，他们两个都不能开启 HDR 跟极致画质啊。这把游戏打了2分多钟啊，这个 iPhone 红了能有3、4次了，刚刚黄了能有6、7秒。我的天，很正常，买到正品了。我又红了，你看，现在红，黄哦，看到了，还在黄，还在黄。我们现在是在五一广场的市中心啊，就是这个位置的信号其实是很好的，工作日的上午没什么人的。你直接结束了？没有啊，你直接被一波了，你还没有？项羽不在乎。这边华为的游戏已经结束了，你直接投降退出。哇，没有竞技精神了。那么打了2把游戏之后呢？哎，你说打了多久？你知道吗？啊，那你说吧，我不知道。你知道呀？我也不知道。你不有啊？你不知道？我直接退掉了。还17分钟，17分钟。现在是中午的11点19，我们今天已经使用了51分钟的手机了。现在华为还有90%的电。iPhone 还剩87%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在这里进行一轮信号测试。我们现在准备在微信拍一个1分钟的视频并上传啊，但是鸿蒙的这个微信如果点拍摄的话，它会直接跳到这个相机，那我们就用手机直接录1分钟，在微信里面上传吧。微信一般录出来呢就是 1080p 30帧，所以我们呢也用这个规格去录制1分钟。然后这个鸿蒙 Nex 它不是刚刚跳到那个相机界面嘛，然后我录制1分钟之后它会自动停。然后它这里有个插一个勾，难道说我点了勾它就直接发送了吗？有点像就是可以在微信的那个页面自己选规格录了。对，好的，现在 iPhone 呢是联通的5G， 华为呢是联通的无 G 啊，点啊是直接发的。哎，在这 iPhone 就是没有那个导出环节，它已经快发完了。Nex 这边好像跟以往的那个发送不一样哎，它这边是上面有6点几兆的速度啊，iPhone 先发完了，它速度其实很快的，8兆。我们待会去看一下这个视频的大小吧，它也发完了 ，OK。它不会显示进度啊？我们刚刚查看了一下这2台手机呢 ，iPhone 是1080p 30帧，它只有63.8兆，华为这边也是1080p 30帧，可是它有220兆啊。iPhone 这边是 HEVC 啊，那我们把 iPhone 这边也调成 HD264的格式吧，我们来试一下。我们刚又重新拍视频啊 ，iPhone 这边是58兆，我们只拍了30秒，但是华为这边呢，我们现在是看不到的，而且刚刚我们想看一下它多大的时候，我们退出去了，结果我发现它并没有保存那段视频啊，所以 iPhone 这边我们又重新录了一段30秒的啊，点，它一开始这里就是没有的 ，OK， 速度显示的是很快的 ，iPhone 也还没有发完 ，iPhone 我们是换成 H2264了 ，iPhone 还是先发完了，鸿蒙只慢了一点点啊，我们再看了一下这2个视频的大小。iPhone 这里是61.1兆 ，Mate 70 Pro 这边是124兆。按照这个大小来看的话，其实是 Mate 70 Pro 这边要稍微快一点的啊。好，那我们继续在这里下载一个1G 大小的视频素材啊，点。现在是 iPhone 稍微下的多一点哦，一开始Mate 70 Pro 这边显示有20多兆。我拆了 ，iPhone 赢了。不存在好吧 ？iPhone 待会直接重新下载，坏了 ，iPhone 下完了啊 ，Mate 70 Pro 这边下了70%几啊，嘴硬啊。快点想点说法。这也卖不了多少啊，怎么了？很正常啊。好，现在我们在用电信打电话联通上网啊。来 ，iPhone 就已经卡住了。单细胞手机啊，有一张卡，另一张卡就不能用。因为我们没有开这个智能上网切换的功能啊。iPhone 有吗 ？iPhone 有一个双卡协同的。我觉得要刷得动的话，可能要打开那个功能啊。我们现在2台手机还用的是电信打电话，然后用联通上网的。但是因为我们的 iPhone 开启了允许数据切换的功能，所以它现在上网卡默认就改成了电信。那我们再刷一下抖音看看。
怎么还是啊？刷得动了，刷得动了。就是 iPhone 开启了这个功能，它就是既用电信上网，又用电信打电话，是吧？所以它就是双卡双待单通呗。所以你必须得把它的那个双卡智能切换的功能给打开才行。华为这边也会出现这种加载的情况啊，看到没？华为这边卡住了。虽然华为也卡了，但是它还是比 iPhone 表现还是要好一点的啊。但是华为的这个表现在跟其他的手机相比的时候，其实也就算比较差的了。那另一张卡不用试了吧？这两台手机太明显了。我们刚刚从咖啡店出来啊，就在这个地方随便拍一下啊。今天上班上的比较早，有点没睡醒。Mate 70 Pro 这次不是宣传红枫原色影像吗？大家都说 iPhone 拍照真实，那我们就比一下呗。我觉得 iPhone 可能稍微真实一点，是升级的 Nex 的原因吗？我怎么感觉好像没有上一次用 4.3 来的好啊？因为它这个很明显的是有偏绿的痕迹的呀。哦，在这摆的确实，至少从这个屏幕上看啊，是感觉有比较明显的偏绿的感觉啊。那我们再往马路对面的这个楼拍一下啊。就今天这种天气，华为居然给我识别出蓝天了。我真觉得它升级了 Nex 之后，没有 4.3 那么好看且真实嘞，还是说今天因为是阴天，没有很强的光影效果呢？但是从取景框上看的话，这个 iPhone 的20倍是远不如华为的20倍的。现在我们来到了街边上啊，看一下马路对面，这华为明显偏冷，只能说它比之前呢确实还是好一些了，它这个取景框比之前清楚多了。再来拍一下绿色的叶子，还有黄色的花，还有蓝紫色的小花啊，这就不用超广角了。哎，等一下，我发现一个 bug， 我刚刚打开华为的这个拍照界面。明明是1倍啊，大家能看到吧？它现在这个标志在1倍上，可这明显不是1倍啊，很近啊！你看，哎呦，这怎么可能是1倍呢？那我再点一下，它1倍啊！你看，那我点10倍呢，不动。哦，它停留在之前10倍的状态了吗？这样子看，华为还是比之前要真实一些啊，只是还是有一点点偏蓝啊。这个红枫原色到底是哪颗在原色呢？会比现实中稍微艳丽一点。我们是没有动过的，默认是原色啊。iPhone 的颜色从屏幕上看还是要真实一点的，拍出来不一定啊。好，我们来试一下长焦微距。我现在把 iPhone 的微距关掉了之后，找一个能最近对焦的距离啊。那我再来一张10倍，我感觉 iPhone 这个都不是5倍拍出来的了。好糊啊！华为原生是4倍啊，95毫米。我把超级微距已关闭了，还可以进吗？你的贴花上面去了，太夸张了！哇，它还可以进，还可以进！哇，这么小一颗水，它可以拍到这么大吗？太夸张了！这个乘一下，我们就一共拍20张啊。现在是中午的12点05分，我们今天已经使用了1小时22分钟了。华为现在还有79%的电量 ，iPhone 现在还剩77%的电。现在我们2台手机就用高德地图步行导航去到南门口那里。我们现在在靠近中原的这一侧走了能有20-30米了，可以看到 iPhone 的位置是非常准的。但是华为没有变化，你看华为显示走32米。iPhone 显示走85米，它们也有50米的误差了。现在导航是让我们直行啊，我们待会一不小心就会走错，我们会往右边转，看它会不会给我们更新位置，并且给我们规划新的路线。我们现在已经过了马路了 ，iPhone 的位置已经对了，但是荣耀还显示我在马路对面。华为 iPhone 的位置现在已经对了，但是荣耀没有变化，还显示我在对面。华为又说荣耀。现在 iPhone 的位置是对的，但是华为的位置没有变化，还是显示我在刚才的位置啊。啥情况呀？这条马路应该有8个车道的宽度了。iPhone 完全是对的啊，这个定位，华为呢就还是在马路对面。我们地图软件都是开了精确定位的啊，但不知道为什么华为有一点点不灵敏了。我说实话，我们刚刚又入了一条马路呀，本来 iPhone 的位置是对的，它刚刚是在这里，其实我拍摄前它又跳回去了，跟华为一样都是错的。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 iPhone 的屏幕亮度是要比华为稍微高一点的啊。我们一般会在高德地图导航的时候刷一下美团啊，但是这2台手机它默认的高德地图导航都是没有那个后台的，后台小窗不会挂在这里，所以我们这次就不刷美团了。我们现在贴着道路的右侧在走啊，华为的定位在反复横跳，它有时候会正确，有时候又会跳到对面去。你看现在它就对的，已经重复好几次了，待会它就会跳回去，感觉。在黄兴北路上 ，iPhone 的位置一直是错的，它都在马路的对面。啊，真垃圾。可叫 OK， 华为也跳回去了。好好好，现在导航是让我们直行，但是我们又一不小心走到右边去了。走吧。我们在错误的路上走了70-80米啊，可以看到 iPhone 的位置是对的，而且它也知道我走错了，要让我回头了。这个华为位置对了之后又跳回去，对了之后又跳回去，现在还是在原来的位置上，并且没有规划新的路线。到了开阔地带之后，华为终于也给我规划路线了，他想让我回头走，这个进度大概落后苹果20-20米吧。你要不要过去啊？
我不是。皮卡丘很可爱啊，对，它挺可爱的嘛。你们要去那里打卡吗？喝一点熬夜人参水吧。什么东西啊？我说的是那边。那个不用去。投案自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里？当然跟你有关系啦。你今天这个装扮就很像啊。我装扮怎么了？你以貌取人是吧？地图让我们直行，哎，我们又一不小心走错了，我们往左边走，看他会不会修正路线。我们往前走了20来米，两台手机都已经给我们规划了新的路线。感觉总的来说就是开阔地带，我们两个表现差不多。但是刚刚在五一广场，就是人比较多、遮挡比较多的地方，是 iPhone 的定位精准度会好一点。这高德地图尽喜欢让我们走小巷呀，那我们就如他所愿吧。他平时就喜欢在小路走啊，天天尾随在别人后面。尾随你了是吧？小路走腻了，他又让我们左转，我们还是往前走吧。这不要绕那么多了，就往这边走了。我们按照自己的意志往前走了一段路。哎，现在高德发现他跟我们不太一样啊。他又重新规划了路线，华为还没有规划，并且感觉亮度也是 iPhone 要亮一点。而且你现在这个位置会乱飘，刚刚拍之前它是对的，现在它又飘到之前那个路上去了，这个是不对的。那你在这别动啊，我往前走了。好啦，不到10米吧？10米吧。我们导航了47分钟，终于来到目的地了。今天导航时间比较长，因为我们下午车载导航时间会少一点，并且今天游戏的负载也会少一点。而且导航的时候还没有刷美团。在开阔地带的时候呢，两台手机的表现都差不多，但是那种小巷子里啊，遮挡地方比较多的时候，明显就是 iPhone 的表现会好一点的。今天我们已经使用了2小时10分钟的手机了，华为还有66%的电 ，iPhone 还有65%。接下来我们就使用高德地图步行，接下来我们就使用百度地图步行轨迹之路穿一下南门口的巷子。我们发现鸿蒙 Next 的百度地图它没有步行轨迹之路啊，那我们这次就用高德吧。当前版本不支持该功能。跑步呢？当前版本不支持该功能。暂停。操！华为应用商店里面，我们软件都已经更新到最新版本了，但是它现在还是不支持，期待后续更新吧。那看来这个 Next 虽然说有些软件有是有，但是有些功能可能是缺失的。这应用商店只有这么多地图软件啊，高德、百度都不支持。我们打开他们自带的地图软件，发现也是没有步行轨迹记录功能的。这个不行，点开是要你设置地点的，对，它不能记录轨迹的。哎，有没有那种运动的软件啊？比如说 Fit 什么的 ，Keep 啊之类的。看一下，你看什么？这好久没用了，这以前的 ID， 然后改 ID 也改不了，你看，不支持。我们最终找到了2个手机都能用的记录轨迹的软件啊，就是 Keep 的自由走。那么现在我们来穿一下南门口的巷子吧。这个店没有开门。老朋友不在了，还在里面染头发了还。好可爱。你好潮哦！你染过这个颜色啊？你以前？我没有染过。你染过，我到时候放个照片。你没有证据？怎么说？在呀，那肯定的。Okay. 我们最后一节路线换了一个方向了，那边是杜甫江浙，这边就是我们中午吃饭的地方。因为现在时间也不早了，我们继续走吧。我们刚刚穿巷子穿了12分钟，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的轨迹记录啊。但是鸿蒙 Next 的这个 Keep 啊，它是没有放大的选项的，所以我们就截个图在相册里面给它放大吧。iPhone 就是可以正常全屏放大的。屏幕亮度需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刚刚是开关过自动亮度的，但是在这个行走的过程中啊，是 iPhone 的亮度会比华为要高的啊，只是我们没有怎么拍到。它现在就是我们站这个地方后面是阴的嘛，所以就比较暗一点了啊。华为这个起点其实是对的，但是它后面的路线很怪啊，它显示我横穿了马路，然后又穿过马路回去了。iPhone 这里还是比较准的，确实。然后走到这个巷子里，走这个巷子里，回头路呢？这么小，只能到这里了。只能到这里了。那回头路我们看不出来呀。iPhone 这个稍微有点差吧，它的回头路。好，这个位置。iPhone 是有点波动的啊，这也有可能是 Keep 它不是专业的地图软件吧？感觉这里差不多2台手机。这里穿2个楼之间的话 ，iPhone 这边显得好像是要稍差一点点的，但是因为华为只能放这么大了啊，所以也看不出来它到底有多好。然后在文庙屏巷 ，iPhone 其实还是比较精准的，你看它的这个位置是在这个路上的，但是从这样的放大来看的话，华为也没有在路上啊。最后是在主坛街的反方向啊，这一条街就属于是开阔地带了啊。差的不多吧，因为华为只能放这么大了 ，iPhone 还是比较准的。iPhone 没有什么问题，都挺好的，在开阔地带。我觉得还是 iPhone 的稍微好一点吧。而且主要是华为它只能放这么大了，我们很细节的东西看不到。iPhone 的话就很明显的，它在很多地方也是很准的。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去吃饭吧，有点饿了。
再晚一点我们就啥都吃不到了。上赛期间呢，我们就先打一把王者荣耀啊。他这鸿蒙 Next 王者荣耀前瞻版，他不让我打匹配，我要打排位，他给我定了个钻石，我还得扮英雄，所以我就先进去了。钻石是怎么定高了还是定低了？当然定低了，我高手。高了呀！我们2台手机还都是120帧加上高的画面质量啊，因为它那些全招都开不了，跟上午还是一样的。2台手机也都没有游戏模式。这个 iPhone 的声音真的好大，我们都是开了6格音量。因为你下降嘛，你开4格。我降2格了。我们还是玩的一样的英雄啊，我们这把玩的是鲁班7号。我们在这里打游戏还是显示的5G 网络啊，华为显示的是5G，信号还是可以的。iPhone 一点问题都没有，非常的流畅，感觉比上午的瑞幸咖啡那里还好。我那说这个菜呢，刚刚上来之后呢，这个人呢就很想吃，我就不准他吃，因为待会我要拍照。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我也不准吃，我无所谓啊，这个菜的味道是往他那边飘的呀。怎么说啊？我刚说这里信号挺好的，刚刚就红了5秒，黄了10秒，真给面子。华为到现在为止就红过1次，很短暂。怎么回事啊，高手？打不过呀，怎么办呢？你怎么今天就一直打不过啊？没有铭文。钻石定高了，什么没有铭文？希望这把能撑到10几分钟，好，我感觉我已经顶不住了。马上就要被一波了，又单线盒，操作的时候不能说话了。单核处理器这个不能说话，说话真守不住了。哎，我没了，几分钟啊？你就没了？对吧？游戏对面太猛了，10分钟左右就把我平推了。然后他也直接退出游戏了。现在餐也正好上齐了，我们就把手机交给大师拍下照片吧。然后下一把王者呢，我们尽量多打一点，好吧？我尽量守住我们的家。OK， 那我们现在来拍照啊，还是1倍拍全部，2倍拍单张。虽然 Mate 70 Pro 是有长焦微距的，但是它没有嘛，对吧？那我们就一共拍6张照片吧。需要说一下，就是现在这个环境呢是由几盏这种比较冷色的灯光组成的啊，所以呢拍出来的照片应该是会要有一点点偏冷的啊。你要说 iPhone 真实吧，看着是挺真实的，但是我觉得比环境看着要难看一点。我感觉 iPhone 是有点劣化的，好吧？华为这个呢，我感觉它颜色是不是有点偏深了呀？哦，华为这个不真实啊，它很暖的这个颜色，因为它10倍到美10了。我总感觉升级了 Next 就没有升级 Next 前好看呢，升级 Next 前那个真的好看，而且真实，这个就感觉一般般了呀。它拍有的菜就有点偏黄，但是拍有的菜就有点偏冷。iPhone 的软件怎么卡住了？啊？你不能点了吗？我怎么什么都点不了？这就是稳定的 iOS 吗？没有 bug 呀。 Next 一根。谁不行啊？它还没有侧滑返回，我只能重进。iPhone 重新启动了一次 B 站，它都变好了，2台手机都是原画画质，并且开启弹幕。那我就放在旁边吧，我们吃饭了。哎，等一下，现在是右边的华为，亮度会稍微高一点，所以 iPhone 要往上稍微拉一点啊。我们吃饭期间看了差不多30分钟的 B 站直播，现在 iPhone 只剩48%的电了。华为还有51%，现在是下午的2点15，我们今天已经使用了3小时27分钟手机了。那我们现在换机吧，然后打一把王者荣耀，这次会时间打久一点。这把游戏已经打了8分钟了，华为它只黄过了1、2下，表现还不错。iPhone 没有黄色啊，只有红色，红了4、5次，最长的一次是红了5、6秒钟，人闪现了一下。这把队友很猛啊，我也挺厉害的。为了确保能打久一点，我要出去送人头了。为了确保久一点，我得苟住呀。我队友太蠢了。你怎么又结束了？不是你玩什么都结束这么快是吧？玩中单，我又不是我，那我不能推塔呀。第二把王者我们打了11分钟左右 ，iPhone 的网络反正就有点波动吧，红了好几次，而且有一段长时间的帧率就没有什么问题。华为表现就挺好的，帧率完全没问题，就黄过1、2下。现在是下午的2点半哦 ，iPhone 还有43%的电。好吧，还有47%的电。那我们接下来就在杜甫江浙那边拍些照片和视频吧。我们去江边的路上呢，就打微信视频通话。先看一下前这2台手机效果。华为这边会比 iPhone 这边要真实一点哎 ，iPhone 这边是很黄的，这个人拍出来，华为这边还挺清楚的。我感觉这个画质上好像华为还好一点，这个流畅度肯定还是 iPhone 好一点了，而且前置那个视野也没有很大区别啊。后置大家就可以看到是 iPhone 的画面要稍微广一点啊，画质上 iPhone 也是要好一点的。论真实程度还是华为这边要真实一点，因为没有很黄啊，也有可能是这个环境测自适应啊，感觉 iPhone 这边就黄一点。然后流畅度这边呢没得比啊，就还是 iPhone 会流畅很多的。打了10分钟的微信视频通话，2台手机都没有什么问题。现在华为还剩42%的电。iPhone 只剩39%了。现在我们把手机交给大师，让他拍点照片和视频吧。好的，我们又要录像了啊，4K 60帧，默认的，不去动它。寒冷小宝今天在那边
但是今天没有太阳，可能看不了炫光了啊。它们的画面亮度很明显的是 iPhone 要高的啊，在这个录像界面 ，iPhone 这边默认呢是有 HDR 啊，那华为这边看样子应该是没有的，好吧？但是它也有可能有。两台手机都是默认的防抖，我现在慢慢向它走过去。我觉得这个红枫原色影像可能在录像里面有点不太起作用啊。大家看一下这个裤子吧，很明显的是 iPhone 要准的。我现在走着转圈。OK， 华为还是会有一点点偏蓝啊。今天虽然是阴天，但是也没有这么蓝啊。至少从这个全景框上看是这样的。那我现在站远一点，向它跑过去。OK， 大家看一下谁的防抖更准一点啊？我现在跑着转。OK， 我们来看一下衣服。我从取景框上看是 iPhone 的要准确一点的，华为这个就显得有点太蓝了啊，包括后面的天空，你的话我也感觉是 iPhone 的要准一点的，它无论是阴影的处理还是衣服的颜色都是 iPhone 要稍准一点。再看一下这个裤子，情侣裤嘛 ，iPhone 是要准一点的，没这么暗的。由于今天是阴天啊，我们就不会进行那个5分钟的刷微博测试了。那么接下来在这里拍点照片，先拍人像啊，还是我们的优雅小宝。我想先说一个事情啊，就是今天我遇到过几次了，就是 iPhone 啊，它在进这个相机的时候，我感觉它会黑一段时间，那个时间我感觉不太正常。我现在再点开一次吧，看到没？看到没？反应好慢。对，感觉好久啊，这是为什么啊？我不理解啊。我们拍人像，优雅小宝，来 ，iPhone 的人像就是1倍、2倍和5倍啊。华为的美颜我们就开了啊，华为是1246，那我就拍1倍、2倍和4倍啊。iPhone 也不去管它，就是自然光啊，好大呀这两个手机。iPhone 把人拍出来很红润哎，这个5倍，华为还是有一点偏冷嘞。但是华为的肤色要比 iPhone 的显得要正常一点。那我们再拍一下这边的杜甫江阁啊，今天没有什么很多的雾啊。因为天气还是比较好的，能见度还是比较高的。来吧，从这个全景框上看，Mate 70 Pro 确实没有之前不是 Nex 那个版本啊，要显得真实。它这个屏幕上显得非常的灰蓝啊，而且我感觉它曝光是不是也显得稍微高了一点呢？今天没有这么亮呢，它就有点偏冷色。可是它长焦解析力还是比 iPhone 要好很多的，感觉 iPhone 一到这个长焦就不太行了呀。今天一天都是这种有一点点下雨的。那我再往远方的那一头拍一下啊，我们最多也就拍到20倍了，因为 iPhone 最高也只有25倍啊。但是 Mate 70 Pro 几个摄像头之间的颜色还是比较接近的，我觉得这个是比非 Nex 版本要好一点的。非 Nex 版本就感觉它的超广角和主摄之间差距还是挺大的。华为只是整体的颜色跟我们今天肉眼看到的是有一些差距的 ，iPhone 呢就会比较接近真实一点。可是 iPhone 到了10倍呢就不太行了，这个解析力就非常明显的不如华为。那我觉得 iPhone 跟什么荣耀啊、vivo 啊、小米啊、OPPO 啊，在白天的这个长焦估计也是比不了，因为他们有一些厂家其实到了20倍那个照片还是高度可用的。iPhone 这个就算处理完了之后，你也能看到非常多的噪点。就是 iPhone 这个相机用起来卡卡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拍完照片之后，它就给我卡在一个画面就不动了，然后过了大概3-4秒吧，它又回来了。那我们再往这个游客服务中心拍一下吧。游客服务中心这几个字其实是亮着灯的啊。华为是真的有一点偏蓝嘞，今天游客服务中心那几个字被它压的，它处理完之后还是有点蓝。刚刚我们在这里拍了2分钟4K 6帧视频，拍了2张照片。现在 iPhone 还有32%的电。华为还剩35%，现在是下午的3点02分。我们今天用了4小时3分钟的手机，现在我们就招得地图车载导航去河西吧，看一下他们在隧道里面的导航表现怎么样。我们现在上车了，左边是 iPhone， 右边是华为，两台手机的线路都是一样的。现在他们俩亮度也差不多。我刚刚重开了一下导航呀，发现这个华为的图标它就是一个箭头啊，不像 iPhone 是一辆车。我们现在在左转呀。两台手机反应都挺灵敏的，没什么问题。这个华为的3D 车道级导航有点奇怪呀，它怎么显示一整条路啊？不像 iPhone 一样有一个单独的路。现在我们右转，准备要进入到隧道里了。好的，我们都进到隧道里了，两台手机都在隧道定位中啊。我们现在是在道路右侧行驶的啊，他们3D 车道级导航都显示我们在左侧。这个拍出来 iPhone 有频闪，我们肉眼是看不见的呀。现在应该在这个弧线上面行驶呀。华为是准一点的 ，iPhone 和华为拉开快200米了。哦，不对，
应该是 iPhone 准一点，华为现在提前太多了。进去了，华为。啊？快点拍一下前面啊！虎道啊，我们现在弧线上呢，明显就是 iPhone 准呢。这华为都要出隧道了，坏了呀！我们现在才准备进入到左侧岔路口啊 ，iPhone 还是比较准的，稍微会提前一点。华为在这已经卡住不动了，华为估计等会儿会直接闪现一下。这华为的动画还挺酷炫的，还有绿光一直在这闪。好的，现在我们即将驶出隧道。哦，动了，我们马上就要汇入到主路了。哎，好的，我们汇入到主路了，刚刚 iPhone 也卡住了一下，直接闪现出来了。我们现在已经在主路了。刚刚我们在车上导航了12分钟，现在已经到达目的地了。整个过程表现呢，直路上两台手机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在隧道里面，华为在进岔路的前一段是定位快了很多，它都恨不得已经开出去了。但是在出去的时候呢，是 iPhone 要卡了一下，整体表现呢还是 iPhone 会好一点。现在 iPhone 还有29%的电量。华为还剩33%，现在是下午的3点33分呢。我们今天用了4小时18分的手机，那我们先去找中场单车扫了二维码吧。有人去喷射了，是谁大家都知道。刚刚我去上了个厕所啊，之前爆电量的时候还是29%，我上厕所期间呢，这手机都是一直熄屏待机的，然后回来就剩26%了。感觉 iPhone 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它掉电有点后知后觉，就是你使用一段时间之后，你待机，它会突然2%、3%一下子猛掉。那么现在我们来扫一个支付宝的二维码吧。我直接送。完了，不好意思，我没对上，再来一遍。好，那我们就，但是你看它打开就是会慢一点。等一下，我们同时打开。那我们再继续来一次，走。比刚才快了一点啊，但是加载好像有一点慢。我们再扫一个属于店门口的二维码。21走。哦呦 ，iPhone 还是快，然后华为加载也慢。还没加载出来，不等了。我们已经到了这个信号比较抽象的书记上面槽了，店里面有人在5排，但是我们呢先发送一下微信的视频，因为呢 iPhone 呢它录出来的1分钟的视频只有115兆，可是华为录出来的30秒的视频啊就有120兆，所以我们就iPhone 发1分钟的，华为发30秒的啊。iPhone 现在是4G 网络，但是华为这边显示的是5G 啊，我得。iPhone 非常快就开始发了，华为是看不到进度的，应该。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时间吧。可是 iPhone 经典中间停了。我们这次2台手机都是在相机界面录的视频啊。对，因为 Nex 它好像没有办法在微信里面直接录那个视频，我们都是录的1080p 才是真啊。Nex 系统这边是完全看不到那个进度的。哦 ，Nex 发完了 ，iPhone 发了一半。很正常。Mate 70 Pro 这个5G 好快，一个看不到进度，一个看不到网速，卧龙凤雏。好的，那我们再继续下载一个300兆的视频素材啊，网络还是没有变啊 ，iPhone 还是4G， 华为还是5G。好的，我点。哦，华为是下的多一点的，虽然它实时网速显示还不是很快啊。哎 ，iPhone 加油 ，iPhone 牛逼了，我开了 iPhone 赢了。你又开了？对，上午是 iPhone 赢的。华为有一点点赶超的趋势的，但是感觉有点差距，不一定能赶得上。等一下，它现在好像很快，11兆。哎啊，超过了，反超了。华为牛逼，我用的是华为。你滚吧！我用的就是华为啊。双面人，阴阳人烂屁股。我始终是支持华为的。现在2个手机下载差的有50兆左右啊。那说明华为的强网速度在适应之后还是不错的。好，华为下完了，你开了呀？我开什么呢？我说华为下完了。啊 ，iPhone 还差一点啊，大概差了50兆的样子。华为怎么进不去啊？啊 ？iPhone 可以进来。华为显示是红色的。iPhone 是黄色的。那我们接下来就会打2把王者荣耀啊，第2把我们会直接重新登录换个号啊，这样我们就能同时开始了。今天我们是没有打金铲战的啊，因为鸿蒙的 Nex 商店里面现在不支持金铲战，我们就打不成了，我们就打的是和平精英。你们2个现在真的很像大头儿子小鹿爸爸，是爸爸就行，这么像的爸爸，Sugar Daddy。本来是我们要玩一样的英雄的，但是我不小心选了武则天啊，他这个号没有武则天，有钱了不起，所以他就玩的是姜子牙。我们下把英雄统一。我现在听这2台手机的音量就是 iPhone 4个确实跟 Mate 70 Pro 的6个音量差不多。你上来就死了。你管我单杀对面中单，菜逼，我1打2，多次与对面中单1换1，好吧？多次被对面中单单杀，1换1，好吧？是不是被单杀了？不是，还真不是。刚刚 iPhone 直接460了，我在塔下大概停了5秒钟吧，动不了。
现在又恢复正常了。华为完全没有问题啊。我们这把游戏只打了9分钟啊，队友太狠了，又给对面推了啊。然后说一下表现吧 ，iPhone 就是红了很多次，而且它的帧率也不是很稳，光我见到过的100多帧就有好几次，甚至有一次86帧、90帧，我是很懵逼。华为表现就没有任何问题啊，一如既往的稳定。OK， 然后你现在就换个账号吧。我们3个人点了3杯一样的，为什么要点3杯一样的？一家人吧，今天没有外人了。我们让这华为换了这号呀，它是个新号，必须要打一把新手任务啊，所以那边 iPhone 就打了一个人机。我也在玩后羿，这个新手教程很快呀，不到1分钟就结束了。那我们直接再开一把5v5吧。我来看一下它的备注，很符合现实嘛。我们今天打了好几把王者了，负载都太低了。我们这把选择一个百里守约，这个英雄开技能之后负载会高一点，可能会掉帧。看看这2台手机表现怎么样？打了10分钟了，这个华为网络和帧率都没什么问题啊。iPhone 怎么可能会没有问题呢？红了好几次，也黄了好几次，帧率呢也没有特别稳吧，大部分时间在110以上，出现过几次96帧。你是没有开游戏模式的吧？没有开。但是华为其实也是没有开游戏模式的。队友太厉害了，这把游戏跟我没有关系了。反正我不推他，好吧，尽量这把游戏打久一点。在12分半的时候 ，iPhone 出现了一段长时间的460，然后又变黄，现在又好了，大概持续了快30秒吧。什么问题都没有，不要再烫我了，我真的太强了，我把对面推了，我们家，我什么都没动呢。因为我们没办法控制，我们俩不是一起玩的，真的很难控制啊。我们今天王者时间不够了，那我们接下来就飞车飞2把，好吧？这把游戏才打了13分钟了，我这时间太短了。直接飞车吧 ，QQ 飞车，我们两个也不能在一把游戏里啊，但是他们的画质都可以开到全最高的，那我们就直接这样飞2把吧。闪电漂移，把技能起上名了是吧？雷速登你看过吗？闪电漂移，四驱兄弟玩多了，不是四驱的雷速登啊，小时候没玩过吗？没玩过玩具啊？没玩过，对不起，我没有童年，我们小时候家里太穷了，玩不起玩具。那你玩什么？玩泥巴？我在东北玩泥巴吗？确实是东北的。这一把才2分钟不到，我第2把飞车跑一半掉线，iPhone 让我重新连，什么意思啊？开账号看着，好多意连不上了，我要结束了。我都不知道我人在哪，我刚连上，但为什么还是第1呢？都是入机。2把飞车已经跑完了，第2把 iPhone 是出现了断连的现象啊。现在 iPhone 还有7%的电量，华为没有任何问题啊。现在华为还剩13%的电量，现在是下午的4点45分，我们今天用了5小时15分钟手机了。那我们现在赶紧去坐地铁吧。坐地铁了，先刷会儿抖音。真对劲，好不容易刷到一个不是的。你为什么要砸韩吧？现在刷完了10分钟的抖音啊，现在刷10分钟的小红书，那边也是看一幕，确实跟它有点像的。我们发现鸿蒙那次这个小红书也没有怎么适配好啊。它正常的来说，这边别人主页会有着搜索的按键的，鸿蒙这边就是什么都没有。我们刚刚已经刷了10分钟的小红书，现在来换微博。我的天哪！今天没有刷过微博的。哎，不行不行。现在我们已经在地铁上刷了30分钟信息流了，可是我们还没有到，把它关了吧。我们现在已经出站了，刚刚在地铁上我刷了30分钟信息流，现在 iPhone 还有4%的电量，华为只剩5%了，2台手机刷信息流的时候都没有什么问题啊。现在是下午的5点37分，我们今天用了5小时45分的手机了。那我们今天就去我们流程的最后一站吧。今天怎么是你们两个先在里面？明明是你要我进来的。我们刚刚一到厕所就发现 iPhone 的联通就直接没了啊，很久没有碰到过没了的情况，还是给它试一下吧，打一下电话吧。同时呢，华为这边是联通的4G 网啊，华为已经通了，你的电信都只有一点点信号了。这个厕所 iPhone 的联通信号就到头了啊，电话打不了。我们来看看华为的，先发一个消息，我也要发，没问题啊，很快。我们刷一下微博啊，还是个 OK 的了，可以刷出来了。你一个表情到现在都没发出来，还在那叫什么呢？还是有一点点信号吧，但是刷不出来内容。抖音刷新好像有一点点吃力哦，刷还是刷出来的东西啊，它没有刷出来新的。哎，你也就那样吧。你还在加的，你们别叫了，你发出来再说话。哎，我联通有信号了，我要赶紧打电话。那我们把2台手机都切换到电信吧。华为是能往下刷的，只是刷不出来内容。我们现在全都切换到电信了，先打个电话来。我秒通。iPhone 通了 ，OK。华为也通了 ，OK。3个表情包，来，3、2、1，走。
啊，很快很快 ，OK。秒了。我们再刷新一下微博，来3、2、1走。我们再刷新一次啊，3、2、1走。拉满了，啊拉满了啊！啊，再来一次吧，来，最后3局2胜，好吧，走。华为快，华为稳一点，你看还在转，还在转。不看了，我刷怎么不抖音。叫了？你刷呀！怎么了？我刷了。我们2台手机全都是新打开抖音啊，你看 iPhone 就刷不动了，华为随便刷，猛刷，猛刷，我还能关注。完了，就是加载不出来啊。好，出来了，来了好，来，好，再来，有了呀，有了，好，继续刷来。有了呀。它现在联通居然还有1格信号嘞，假的。我们同时点一下评论区，3、2、1走。哇，华为秒出，还是会快一点。再刷，再换一个，2、1走。华为秒出。那厕所的信号就是华为的联通把 iPhone 秒了，华为的电信大部分比联通好一点吧。我们刚刚从厕所里面出来，华为就30秒要关机了。我华为今天屏幕使用时间是5小时52分钟啊。OK 啊，它进入了超级省电模式了。此时 iPhone 还有2%的电量。OK， 最后时刻实现反超了。这个超级省电模式，华为用的是4G 啊，网络错误。因为我每次扫之前都会先扫一遍的啊。完了，把网络也给省了。那你退出省电模式吧。不行，退出就直接关机了。我再试2遍，不行的话就算了吧。此时 iPhone 只有1%的电了。对，它不知道为什么就扫不出来啊。我们现在已经来到楼顶了，我现在给华为打个微信视频通话啊，看它能不能打通。华为这里现在是5G 啊。哦，可以 ，OK。iPhone 还有1%，华为在超级省电模式。那么看看他们最后到底是谁先关机吧。事发突然，打了1分钟啊 ，iPhone 这1%就没了。iPhone 也不行啊，那它最后的续航时间差不多就是5小时54分钟，就撑死5小时55分钟嘛。iPhone 这个屏幕使用时间就是。那我们接下来就总结吧。接下来就由我来总结一下 iPhone 16 Pro Max 今天的表现。它的续航时间是5个小时55分钟，此时华为进入了超级省电模式，它只有1%的电了。他们俩续航其实是非常接近的啊，它的省电模式应该也撑不了很久了。这个续航成绩乍一听不算差，但事实上我们今天的整体负载是会比前几机要低很多的。首先我们王者120帧与极致跟 HDR 都不兼容。然后我们今天也没法打金钱之战，王者时间也变少了，并且我们也没有进行5分钟的刷微博测试。所以我觉得按照我们正常的流程走，估计也就5个小时出头吧。可能整体表现呢 ，iPhone 的亮度今天是比华为要好一点点的啊，它很激进。在上午网络信号比较好的地方 ，iPhone 的下载文件的速度是会比华为快一点点的。但在下午那个信号有点差的树小仙草，它是被华为给遥遥领先了。iPhone 好的地方就是它的定位啊，不管是步行导航，还是步行轨迹记录，还是车载导航，它的表现都是比华为好的。华为不知道什么情况，尤其是在那个隧道吧，它开着就开出去了，我们还没拐弯呢，就定位往前推了很多，很奇怪。性能释放呢，因为我们今天整体负载不高啊，所以2台手机也体验不太出来。但是这个 iPhone 的帧率是有一点不太稳定的，经常会跳到100多帧，甚至96帧，并且它的这个双卡稳定性也一般，打游戏的时候经常会变红变黄，还有使用一张卡打电话，另一张卡刷抖音的时候 ，iPhone 是根本不存在什么双卡这一说的啊，所以双卡稳定性是比华为差很多的。至于华为的双卡稳定性，其实也就一般般。iPhone 的传动强项还有就是它的扫码啦，速度是会比华为快很多的。你说句话呀！你说完了没有？我想说话我都说不上。你快说句话呀！华为的传统强项呢，就是网络相关的，它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一直很好，尤其是在那个比较差的厕所，它的联通信号都能刷出微博呀，也能刷出抖音。除此之外呢，就是它鸿蒙 Next 的微信视频上传很快呀，而且都没有加载，里面应该可能有偷偷优化过一下的。除了网络这个优点呢，我觉得华为 Mate 70 Pro 的其他表现都比较平平无奇。它的亮度表现很一般，它的导航表现就那样，它的扫码速度我感觉跟绝大多数手机也差不太多。它的网络在信号很玄学的树叶烧仙草的时候还是比较稳定的，打了2把游戏，还拍了2把飞车，它的网络都没有什么很大的波动。只有王者的时候出现了几次黄色的，但根本不影响我的游戏操作。除此之外呢，华为 Mate 70 Pro 好像就没有什么很大的优点了。你先住嘴啊！他以上的言论仅代表鸿蒙 Next 的华为 Mate 70 Pro 的表现啊，你不要乱说。我们之前它的表现有的地方还是很好的，这是它今天更新后的表现。它这个 Next 版本我怎么说呢？就是首先它软件的完成度还不够高啊，像游戏我有些根本就没有，王者荣耀啊、和平精英啊都是体验服、前瞻服。
虽然说它在某些软件上进行了创新吧，比如说它的微信啊，你点开那个拍摄，它是直接切到那个它的相机的界面，并且你可以调分辨率跟帧率，然后它高德地图车道级导航的时候，上方也有很酷炫的动画。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足以弥补它现在的完成度不足的这个问题。很多功能你点了之后，它都会显示啊，当前版本不支持，还有一些软件也没有上架它的商城。我觉得目前的 Nex 只能说未来可期吧，这个评价。但它续航与之前我们没有更新 Nex 之前相比的话，我们觉得是会有一定提升的，大概有半个小时左右吧。至于他们俩的拍照，我们就由大师来进行总结吧。拍照的话，这两台手机其实优缺点都比较明显。iPhone 的话呢，拍照确实在今天这种阴天的情况下是显得会比华为要真实一点的。华为就是有点偏灰冷色的那种感觉啊，但是华为的长焦微距啊，以及长焦的清晰度啊，那真的是爆上 iPhone 了啊。它升级到 Nex 之后，我觉得它的红枫原色影像是没有升级 Nex 之前那个版本好的，主要就是整体的颜色与我们真实看到的情况会相差会大一点。比之前那个版本，它更新完之后其实还是有好的地方的，就是它3颗摄像头感觉色彩更一致了，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今天是阴天，所以就没有很强烈的光线对比啊。我觉得还一点是可以说一下的，就是 iPhone 的传统强项，它的微信视频通话啊，那个太强了。但是前置的颜色上，我觉得是华为要稍微好一点的。录像我觉得就没必要说了吧 ，iPhone 非常强啊。总的来说，以鸿蒙 Nex 5.0.123今天的表现来说，还是不建议升级的。我们觉得并没有之前的4.3.0.135表现的好。未来可期吧。等到以后什么软件上架了，功能都完善了，大家再去升级，还是老老实实用之前的版本吧。虽然它的续航提升一点，但是我们今天的整体负载会低一点，并且温度也不会很高，所以提升其实也没有很大，大家还是静观其变。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不要忘记了一键3连加关注，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关注离线玩家 Online。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拜拜。